如今的神冥界可不是天古纪元的神冥界，他们的无上明神陨落，由通天司神坐镇神冥界。虽然他的实力乃造化极限主神，拥有万千大道为首的通天之道，但只要这一次无在神藏中获得创世神火本源，到时候即便是通天司神的通天之道，也不过是先天大世界中的养料罢了。只要我们没有表现出我们的目的，被他们关注了又如何？从先天领袖的话语中可以听出，虽然刚刚听到神冥界3个字时让他有些忌惮，但是没有无上明神坐镇的神冥界，也不过是与他们神族同等高位。如果自己再获得创世神火本源，那么就能够一举登顶神族之首，同时创造先天大世界。到时候先天神族的高位必然会高于神冥界，所以击败神冥界的通天司神基本上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神冥界还有那股神秘力量，不管是什么，只要影响无创造先天大世界，任何东西都得在这神界域之中彻底消失。先天首领的神色露出无比阴狠之色，当年不惜付出了先天神族的重大代价，做出了那件事情，所以必须要让神界域世界的所有神族都视先天神族为神族最高位的无上荣耀。你们现在立马动身。在先天领袖的吩咐下，天谷七仙也没有任何拖泥带水，下一秒他们的身影便是消失在了先天神殿之中。在神冥界的天伦之河上空，几道身影负手而立，脚踏虚空，他们正是通天司神和神冥三王。此时他们的目光深邃而远望，仿佛能洞悉世间一切阴谋与诡计。最近先天神族似乎有些蠢蠢欲动起来，总感觉他们在密谋着什么。神荼王的声音低沉，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通天司神闻言，眉头稍稍微皱，他的目光如炬，穿透云层，似乎要将那遥远的先天神族的行踪看穿。先天神族怕是在准备一场前所未有的先天荣耀。司神的声音平静，但其中蕴含的警告之意却如同一把利剑，直指人心。作为7大神族之一的先天神族，当年能够做出那件事情，就足以证明他们的阴险歹毒。准备一场先天荣耀，难道他们真的想对整个神界域下手？神荼王的脸上虽然没有波澜，但他的内心早已是惊涛骇浪。作为神冥界的神冥三王之首，他绝不能容忍任何神灵对神界域的觊觎与侵犯，即便是先天神灵也不行。在他们交谈间，天伦之河的水在他们脚下静静流淌，河面上映照着他们强大的身影。想要让整个神界域成为他们先天的荣耀，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他们之所以现如今蠢蠢欲动，应该就是为了神藏的降临，为创世神火本源而去。如果让他们获得创世本源，他们的先天荣耀计划必然会加快起来，甚至还会威胁到我们神冥界。这一次你们3位一同前去神藏，定要阻止他们夺得创世神火本源，并帮助那几位无上传承者在其中获得属于他们的机缘。通天司神不愧是神冥界之王，竟是十有八九地推测出了先天神族的目的和先天荣耀计划。通天之道能够作为万千之道的守卫，的确拥有着一些东西，天地间的奇能。还有萧炎小友的那几位亲朋好友也会随你们一同进入神藏，你们定要护他们的周全，毕竟他们的天赋也很高，如果让他们在神藏中获得一些机缘，定然会能够质一般的飞跃。神冥三王点点头，自然也明白通天司神的用意。其实通天司神知道，在未来之中，萧炎必然会成为新无上的传说，而且萧炎又是无上焚神的传承者，如果可以与这样一位传承者打好一些关系，日后待得他成为新无上的时候，自然整个神冥界也会大大的受益。可以说通天司神这是在投机，他在赌萧炎会成为新无上，如果不能，那么他们也没有损失，所以他选择这样做自然是利大于弊的，不然他也不会坐在神冥界之王的王位上了。司神大人放心，萧炎小友的那些人，我们会全力保护神冥三王。异口同声，语气无比的坚定。明九王突然想起了什么，便开口道：司神大人，那位叫吴雪的女子目前是什么情况？为何她到现在还不醒过来？自从上次吴雪与神冥界的法则产生共鸣之后，原本会休息几天就会醒过来，然而现在几年时间过去了，吴雪依旧是昏迷状态，这不禁让他们感到非常的疑惑。闻言，通天司神的目光也是首次露出一抹无奈之色，可以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此事并非寻常。我也本以为这是普通的一次共鸣，但经过这些年我的观察，发现吴雪女子体内的那道神秘力量一直在与她的原本意志在拉扯，就仿佛她现在在梦中一样，无法主导自己的意识，但凭借着自身的意志又与那道神秘力量形成了拉扯，所以导致了她现在无法将自身的意志变成自己的主导。在神冥三王听来，这简直有些不可思议，为何那道神秘力量会不断地侵蚀吴雪的意志力？难道说这道神秘力量与他有着什么密切的联系吗？难道没有其他办法把他的意志唤醒？岩鬼王诧异的道：
通天司神摇摇头道：不能，如果强行唤醒的话，无血女子将会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随时可能会失去最后的意志，被那道神秘力量完全吞噬。如果能够唤醒她自己意志的，只有靠她自己了。对于吴雪如今的这个情况，即便是神明三王和通天司神都没有办法解决，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吴雪体内的那道神秘力量无比的恐怖，并且与他们体内的神力根本不是同一个路数。如果让不同路数的力量强行去唤醒她的意志，恐怕对吴雪还是他们都是无疑非常危险的事情。还有这一次，你们去神藏明月也会跟着你们一起。他虽然暂时在上一次危机中成功再次封印神血的力量，但现在处于极其关键时期，在下一次神血彻底解除之际，契合对神血的最后一步，还需要一样非常关键之物。是什么关键之物？神明三王同问道。九转明粉花。九转明粉花。神明三王在神明界这么久，也曾未听说过世间还有这样一道是他们不认识的花名。通天司神继续道：此花不管在九大界还是神界域都是不存在的奇花，经过我收集到的线索，九转明粉花很有可能会在这一次的神葬中出现。这朵奇花极为特别，它是肉眼看不见的奇花。之所以让明月进入神葬中，那是因为这朵九转明粉花只有它能够感应到，确切的说是他体内的神血能够感应此奇花。本想这一次的神葬我也会亲自前往，可是事与愿违，最近大咒尽头的暗黑魔渊蠢蠢欲动，更是收集了不少那恶魔的身躯，对大咒虎视眈眈。我一离开神明界，怕是会被暗黑魔物悄然入侵，造成无比严重的后果，所以神葬降临只能让你们过去了。一听到暗黑魔渊的那些暗黑恶魔都被收集到了不少身躯时，神明三王的双手不自觉地紧紧握拢，因为当年最鼎盛的天古纪元时代就是毁在这些暗黑恶魔的手中。为了大咒的未来，九转明粉花你们务必要寻得，不然明月完成不了对神血契合的最后一步。通天司神的语气非常的认真严肃，因为这是一件能够让未来的大咒进入逆转乾坤的关键一步，同时神明界迎接那位大咒传说神明界之神无上明神归来至关重要的一步。是，司神大人请放心，我们务必完成这关键任务。如果对方有阻扰，我们也必然出手。神明三王的声音无比的霸气，并且声音中带着无形的3个大道之威，每一个大道都是无比强大恐怖的存在。虽然明九王和岩鬼王的实力在大道主神境界，一旦让神明三王联手，并且融合他们三王之道，那么将会拥有着堪比造化中期主神的力量。这也是属于神明三王的最强必杀技，也是他们逼不得已的杀手锏。神藏之中风云莫测，你们也一定要小心。神藏的变数极大，就连我的通天之道也无法在其中推演出要发生的事情，即便推演到了，也会因为变数从而导致改变。说到这里时，通天司神的手势如同划破夜空的流星，他的挥动之间，空气中凝聚出一道散发着淡淡明火光芒的大门。那大门似由远古岁月的幽暗物质锻造而成，每一砖一瓦都蕴含着神明界的冷酷与深邃。这是幽冥门。神明三王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惊疑，仿佛是见到了久违的老友，既熟悉又带有一丝敬畏。他们的目光在幽冥门上徘徊，似乎能感受到那些来自幽冥深处的呼唤，回荡在他们的心间。通天司神点点头，是幽冥门，你们需将其带走，以备不时之需。当神藏面临不可逆转的变数时，已经不是所谓的神力可以进行抵抗的，它将是你们逃离灾难的最后庇护。通天司神的声音极其沉稳，透露出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幽冥门乃是36大绝世神器中排名第12，它仿佛是大咒之中的一扇逃生之门，它能够锁定大咒中的任何位置，让持有者在危难时刻瞬间逃离至安全之地。只要触碰到幽冥门，就能够不受外界一切力量的影响。而这道幽冥门的出现，也为他们前往充满变数的神葬中增添了一抹安全感，也让他们心中的忧虑稍稍减轻。这神葬的变数一旦发生改变，可不是大道主神级别的大能可以去抗衡的存在，即便是造化主神也都非常的忌惮。所以这一次还有一些天位神也一同前往，这样的绝世神器背在身上，那绝对是堪称无忧。神明三王相互对视，他们向通天司神深深的恭敬一拜，然后将这道幽冥门收了起来。还有5年时间，神葬就会降临，现在的大咒怕是已经有诸多的大能者蠢蠢欲动。通天司神的目光瞭望神明界的无尽虚空，呢喃道，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心中总有隐隐不安的感觉，这种感觉他也说不上来，就好像是神藏中存在着某些连他都不知道的恐怖未知之物。